第26章，各自的聚会。好吧，虽然我已经不需要，但可以给苏茜，可以拿来交换别的非凡材料。苏茜的魔药还差法尔斯曼图的脊髓液，有的事情交给苏茜去做，比我自己方便很多。每位大侦探都是需要一个好助手的。奥黛丽迅速做出了决定，对他而言，这已经不是自身特别在意的事情。放下电报，他的愉悦随之沉淀，现实的烦恼逐渐涌现。我还欠愚者先生密修会的情报，刺杀英蒂斯大使的任务，以及他眷者们的一个要求。我终于体会到了背负着沉重债务的感觉。奥黛丽，不能再拖延了，开始行动吧。女孩悄然握了下拳头，打算翻找出纸笔，写一封信给格莱林特子爵，让他尽快安排自己和休·福尔斯见面，将事情委托出去。提起钢笔，沾了下墨水，奥黛丽忽然悬住腕部，没做书写。她刚才想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自身对英蒂斯大使贝克朗的了解很少，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错判难度，要么找不到愿意接受委托的人，要么委托给了不适合的对象，让任务刚开始就面临失败。至于因此会膨胀的代价，倒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相信愚者先生给予的报酬会更加好，更能帮助到自身。沉吟片刻，奥黛丽转头对女仆安妮道：“告诉加利亚伯爵夫人，我接受邀请，明晚将准时参加她的舞会。加利亚是沃尔夫伯爵的太太，她即将到来的舞会邀请了各国驻鲁恩的大使，包括贝克朗让马丹。”奥黛丽原本想以生病为借口推掉，但现在她却对舞会充满兴趣。等观察过贝克朗大使，搜集到足够多的情报，再与休·福尔斯见面。奥黛丽突然有种参与大事，开始梦寐以求冒险生涯的激动。罗斯德群岛的首府，慷慨之城拜亚姆。返回现实世界的阿尔杰威尔逊换了套英蒂斯共和国略显浮夸的华丽衣物，从旅馆后门进入小巷，绕行了几条街。他停在一栋没有花园和草坪的房屋前，拿出一个常见的白色硬壳面具戴于脸上。紧接着，他伸手敲动房门，3重2轻，间隔则2长2短。等待了10几秒钟，房门吱呀一声打开，有包着海盗头巾的男子探出脑袋，快速的左右观望。进来吧，这男子让开道路，沉声说道。阿尔杰没有说话，安静的走入了屋子。哐当，房门豁然关闭。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打开窗帘，坐到了书桌前。倒吊人给予的密修会情报让他知晓目标很可能与英蒂斯共和国还存在一定的关联。与此同时，他联想起了倒吊人以前对安提戈努斯家族的描述，诡异与可怕。昨晚利用铁黑色线虫潜入我房间，偷看信息并留下警告的非凡者表现的确实有点诡异。安提戈努斯家族掌握的序列链条正是密修会的占卜家途径，两者可以等同。也就是说，可以做这么一个猜测，昨晚那位非凡者是密修会成员兼职的英蒂斯共和国间谍，或者不属于密修会，但借助英蒂斯共和国与密修会的联系，获得了相应的配方和魔药。克莱恩开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能够解释我的小丑预感在诡异的铁线虫入侵时没发挥作用的问题。这源于同一途径较高序列者对我的压制，当然也有铁黑色线虫没实质威胁到我的原因。同样的，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刚写好伊恩赖特的情报，当晚就有铁黑色的线虫潜入，并且直奔书桌。对方具备占卜家能力会让事情变得足够合理。反复推敲之后，克莱恩觉得自己的猜测很可能接近了真相。如果确实是占卜家途径的较高序列者，他会是序列几？魔药名称又是什么？能操纵铁黑色线虫，难道是马戏团另外的巨头驯兽师？克莱恩半是自嘲半是好笑的无声摇头。也许我后续的魔药配方将从他那里得到，这就是我之前占卜获得的启示想表达的真实意思。贝克兰德，还真是希望之地啊。克莱恩自语了2句，开始考虑接下来该做什么。刺杀英蒂斯大使贝克朗，彻底掐灭隐患的任务，他已经委托了出去，自身必须得避嫌，而且也没那个能力。将伊恩赖特的行踪泄露给双方后，他相信贝克朗大使短时间内没空报复自己，也不会额外再增加麻烦。找到他口中非常重要的物品，显然才是他最关注最在意的事情。换句话说，在那件物品被找到前，我是安全的，不用急着雇佣强力的非凡者保镖。即使后续报复，大使也不可能请高序列强者来对付我，这既不经济，
也没必要，毕竟贝克兰德不是他的主场。最大的可能是依然交给昨晚利用铁黑色线虫潜入我房间的那位非凡者，他至少序列7，甚至可能序列6、序列5，有足够的实力且熟悉情况。我到时候按照这个标准请保镖就行了。希望在此之前，大使就永远下达不了命令了。克莱恩望着窗外终于消散的雾气，状似发呆。他决定今晚继续去勇敢者酒吧，这一是借助卡斯帕斯接触下别的非凡者，为挑选合适的保镖打基础；二是找机会把莫尔索的非凡特性卖出去，凑集些资金；三是看有没有人卖厉害的神奇物品，以此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计划。确定了想法后，克莱恩装出悠闲翻看报纸的模样，一直等到天色变黑，才慢慢起身，为自己做了一道西红柿牛尾汤。吃饱喝足，他惯例拉上卧室窗帘，决定今晚都不再打开。接着，他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灵体，将灰雾之上的阿兹克铜哨、莫尔索非凡特性、自制符咒、各种材料和塔罗牌搬回了现实世界，只留下染血的制式合同等少量物品。做完这一切，装备好相应的东西，克莱恩的实力重新回归了巅峰，再次成为半个神秘学专家。整理了一下衣领，他拿上帽子和手杖，离开了明斯克街15号铁门街勇敢者酒吧内。用一杯啤酒换到消息的克莱恩在某间纸牌室里找到了卡斯帕斯，对方正一边玩斗邪恶，一边压住外面的某位拳击手，过得相当惬意。这熟悉的环境让克莱恩想到了上次遇见的和10几个活尸玩德州的马里奇，忽然庆幸自己之前没带阿兹克铜哨。如果我当时带着阿兹克先生给的铜哨，估计马里奇的那10几个活尸会当场叛变，热情好客的招待我，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克莱恩立在门边，对卡斯帕斯坎利宁点头示意。卡斯帕斯盖住纸牌，爆了句粗口，起身走到门边，压低嗓音道：我领你去一个地方，那里的人虽然不如马里奇，但都相当厉害，至于能不能谈成交易，与我无关，不过我必须提前警告你，不能惹怒他们，否则你很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当然，在9月份之后的贝克兰德，想看见太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需要支付你报酬吗？克莱恩诚恳地问道。卡斯帕斯满意点头道：2磅，这在武器商店都能买一把左轮了，虽然他们会标价3磅多，但基本能还价到2磅左右。克莱恩咕哝了一句，给了卡斯帕斯2张1磅的纸币。卡斯帕斯回头对牌友们说了一声，领着克莱恩一瘸一拐地走向酒吧的厨房位置，从那里进入后面的巷子，绕到了一个黑灯瞎火的房屋前。他拿出一个只能遮住上半张脸的铁面具，递给了克莱恩，轻笑道：就是做你2磅买的，2磅我能买好多个。克莱恩戴上铁面具，故意弄乱了自己的发型。见他已准备妥当，卡斯帕斯很有节奏地敲响了房门。7、8秒钟后，门上有块小木板突然被拉开，露出了后面的棕褐色眼睛。被审视了好一阵子，克莱恩终于看见大门向后敞开，一个戴铁面具的男子立在那里，递给了克莱恩一套戴兜帽的长袍，嘶哑着嗓音对卡斯帕斯道：下次记得提前告诉我，否则……哼。他关上门，转过身，领着克莱恩穿过黑暗的客厅，进入了1楼的起居室。那里的茶几上点着一根蜡烛，昏黄微弱的光芒照得整个房间隐隐绰绰。茶几周围的沙发和椅子上分别坐了10来个人，都是兜帽长袍、铁色面具打扮。套好了长袍的克莱恩安静地找了张角落的椅子坐下，听见一个脸庞胖乎乎的男子抱怨道：最近下水道内多了群野兽，啃掉了我种的好多药草，他们很聪明，有毒的都没碰，我需要有人帮我清理一下。你们知道的，这不是我的特长，我只擅长调配药剂，给你们治病。第27章赌运气。擅长调配药剂，给人治病，还在下水道里种了不少草药。这是药师吧？不知道是生命学派的成员，还是大地母神的信徒，当然更大可能是野生的。克莱恩若有所思的旁听着，没有胡乱开口。在鲁恩王国，因为风暴教会排斥永恒烈阳、知识与智慧之神，黑夜女神教会与战神教会水火不容，所以外来的宗教只有大地母神获得了传教的权利。但是在3大教会默契的打压下，他们只有零零星星的只做教堂，信徒少得可怜，甚至没有必要组建非凡者小队，而就算建立了，也得不到政府的认同，无法和警察部门合作，
属于非法武装。职业者内部资料记载，大地母神教会掌握着耕种者和药师两条序列途径，不过后者似乎不太完整。那位疑似药师的男子兜帽后场，露出戴着铁黑色面具的脸庞，但这面具只遮住了鼻梁以上的部位，让他两颊的肥肉清晰呈现，似有抖动。我再重复一遍，我需要有人帮我清理下水道内新出现的野兽，只用管贝克兰德桥区域，我会付出4瓶珍贵的药剂做报酬，其中2瓶能有效止血，促进伤口的愈合。相信我，这比去诊所做个缝合手术更好。6个月内都能发挥作用。疑似药师的男子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和相应的条件。他忽地低笑一声，继续描述道：另外2瓶，1个半月的有效期，能让男士重新找回17、18岁时的冲动，变成床上的非凡者。嘿嘿，你们懂我的意思。即使超过了有效期，它同样能产生效果，只不过会从那里扩展到全身。使用者将变得异常狂暴，力量、速度和敏捷大幅度增长。半个小时后陷入虚弱，怎么像是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的老军医，而且还毫不羞耻的推销过期药。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2句。说完之后，那位疑似药师的男子见起居室内一片沉默，依旧没人开口，只好咬牙道：在4瓶珍贵的药剂之外，我额外加30磅。终于，一位坐在沙发边缘的男子出声了。他环视一圈，低沉道：我接受这个委托，你预付2瓶药剂，各1种，由智慧之眼先生做见证人，没有问题。单人沙发上一位老者点头道，他两颊的法令纹很深，皮肤略显干瘪，嗓音带着苍老的味道。克莱恩由此判断他是位年纪不小的先生。好的，疑似药师的男子松了口气。这笔交易达成后，聚会似乎活跃了一点，很快就有脸庞完全被兜帽阴影遮掩的女子道：我要出售2件武器。克莱恩调整了下坐姿，愈发专注。暂时还无法晋升的他，想要提高实力，只能从外物着手。1件是符文钢剑，由永恒烈阳教会制造，带有净化和驱邪效果，是水鬼、怨魂、活尸等不死生物的克星，还能使用3年。当然，它的锋利也足够杀人。那位女子的声音时高时低，明显是在掩饰特征。500磅或者序列8野蛮人的配方，你们就能得到它。好贵，对我来说，没有必须获得的理由。真要遇到我目前无法对付的不死生物，吹响铜哨是更好的办法。即使不找阿兹克先生，光那位信使应该就能震慑住许多不死生物。克莱恩暗自摇头，听着那位女士介绍第2件武器——巨肉刀，拥有精巧机械结构，可以变形，容易携带的巨肉刀。这是实战利器，由杰出的工匠打造，并不多见。25磅有超凡效果的武器和没有这方面效果的同类，在定价上差别真大啊！克莱恩旁观着后续，直至那柄符文钢剑被另一个角落的阴沉男士买走，而巨肉刀成为了智慧之眼先生的收藏。之后的几桩交易，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克莱恩唯一心动的是发财配饰，能让人在3个月内财运上行的超凡物品，但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价格也相当不美丽。见场面众又归于沉默，他缓缓吐了口气，压着嗓音道：我要卖1件物品。吸引到众人的目光之后，他拿出一个铁质的卷烟盒，推出了那团如同果冻的深红色非凡特性。无需组织语言，早就打好腹稿的他介绍道：这是我从一具尸体上得到的事物，我并不清楚它有什么作用，只是觉得似乎很神奇。或许各位之中有人认识它。克莱恩故意没提这是非凡特性，也没讲手中的深红色果冻可以代替猎人魔药的主材料，这涉及非凡特性不灭定律，他可不想便宜了这个非凡者聚会的成员。另外，克莱恩还抱着试探的想法，看这里是否有人知晓非凡特性不灭定律。这样的家伙肯定比其他人更强，或者更有背景，适合委托保镖任务。与此同时，他继续伪装成对非凡圈子不够了解的普通人。虽然这里的聚会成员们无法穿透铁面具看清楚他的模样，但卡斯帕斯坎利宁是知道他长相的，而起居室内不少人应该都认识这位黑市武器商人。小心和谨慎是克莱恩今天出门前后一直对自己强调的单词。一道道目光审视起他手中的那团深红色事物，但克莱恩不是观众，无法分辨出具体的意味。10几秒过去，没人开口，起居室内安静的仿佛墓园。就在这时，单人沙发上的智慧之眼老先生咳嗽道：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也清楚它有什么作用，
但知识是需要付出报酬来交换的，我出400磅，相信我，这是绝对公道的价格。当然，你有拒绝的权利。序列9魔药的主材料大概在150磅到200磅之间，共需要2件，加起来差不多是400磅，给的报价很合理。这位代号智慧之眼的老先生似乎认出了这属于猎人序列，不用占卜，直接认出，难道是通识者途径的序列7鉴定师？克莱恩想了下道，成交。不过，先生你不需要急着付钱，我还有一个委托。什么委托？智慧之眼嗓音苍老的问题。克莱恩斟酌着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得罪了一个，按照你们圈子的说法，应该是序列6，也许是序列5的家伙，我想请一个保镖，序列6，也许序列5。你为什么不自己安静的死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层次，为什么还要参加类似的小聚会？疑似药师的男子脱口而出，惊讶之中带着几分嗤笑。其他聚会成员虽然没有说话，但从无人接受任务来看，他们的想法和疑似药师的男子相差不多。智慧之眼老先生呵呵笑了一声道，或许你对我们圈子了解的还不够多，序列6或者序列5是非常强大非常可怕的人物。是的，曾经确实有不少序列8、序列9杀掉这个层次强者的事情发生，但这都属于难以复制的经历。我想在座各位没谁愿意冒极大的风险保护你。如果能确定对方只有序列6且没相应的神奇物品，也许会有人挑战这个任务。好吧，我无法确定。克莱恩摊了下手，转而说道，那我只能努力自救了。400磅能买到什么？就是你们刚才说的神奇物品。相信我，400磅能买到的神奇物品肯定无法对付你的敌人，甚至还会给你带来额外的危险。我建议你找对方道歉，诚恳的道歉，或许400磅能买到他的谅解。智慧之眼老先生真诚的给予忠告。坦白的讲，我考虑过，但是我想他们是不会接受的。克莱恩正待回答，之前接受了清理下水道野兽任务的那个男子忽然笑道，也许你可以赌一赌运气，我这里有一件神奇物品，就400磅卖给你，它能让你听到伟大存在的声音。如果你运气不错，从中解读出了有用的信息，你会变得非常强大，保护自己不再是难题。如果你运气很差，解读出的是诅咒，或者无法解读，你将受到伤害，甚至死亡。你要赌一把吗？他话音未落，智慧之眼老先生就低沉吼道，黑蛇，不要提你那件不祥的物品。黑蛇呵呵一笑道，我没有撒谎，我没有违背这里的规则，我将好处和坏处都告诉了他，让他自己选择。解读出有用信息的概率大概只有10%，你要赌吗？超凡界的俄罗斯轮盘，听到伟大存在的声音，这是极光会的倾听者吧？密契人对应的序列8倾听者失控后遗留的物品。克莱恩望着疑似极光会成员的黑蛇，联想到了许多事情。或许可以赌一把，不能叫赌，因为我要将这件物品带到灰雾之上再使用。我已经可以把现实物品带入灰雾之上了，这样一来能最大程度的规避危害。只不过这仅是序列8非凡者的遗物，对应的收获未必会多好。400磅可不便宜。思绪电转间，克莱恩郑重点头道，成交。第28章污秽之语。只有一根蜡烛照耀的起居室内，气氛静默的如同凝固。好几秒后，那位疑似药师的男子才嘟囔了一句，你为什么不留下地址？这样我还能从你尸体上得到点东西。看似诅咒，实则规劝。克莱恩假装没有听懂，看着黑蛇道，不赌，我没有活着的可能，赌了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希望，我不会坐着等待死亡的降临。听到这句话，本待开口的智慧之眼老先生闭上了嘴巴，因为他无法提供别的希望。我很欣赏你这种性格。黑蛇哈哈笑了一声，我也很欣赏，我以前好几个朋友都是这种性格。我现在每年都会去他们的墓碑前放一束花。疑似药师的男子名附和暗讥讽是规劝的低语道，他毫不在意黑蛇比自己能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药师先生肯定因为他的脾气吃过亏。克莱恩暗自感激了一句，他将装有猎人非凡特性的铁质卷烟盒交给了领他进来的那位侍者。看着对方走到智慧之眼面前，那位老先生从身旁的皮箱里点数出400磅现金，让侍者拿给黑蛇。黑蛇随意看了一眼道，我相信智慧之眼先生。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木盒，弯腰放到地上，用力一推，让物品滑到了克莱恩的面前，没有经过侍者。克莱恩的手指刚一接触到盒子表面，
耳畔立刻就出现了轻微的幻听现象，产生了一种剧烈颠簸导致的眩晕感。对他而言，这并不是难以接受的事情，程度甚至还比不上正义等人祈求带来的虚幻声音。重新坐直后，克莱恩小心打开木盒，看见里面放着一只耳朵。这耳朵宛若真实，只是皮肤颜色泛黑，有几处腐烂流绿的地方。我该怎么使用它？克莱恩开口问道。黑蛇漫不经心的回答：你不戴手套的握住它，就等于在使用它。呵，你最好回家再尝试，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再尝试。克莱恩没再多问，将盒子关上，放入了衣兜，并故意苦笑道，这让人感觉头晕。短暂的沉默后，疑似药师的男子突然大声喊道，我要买精灵之泉的水质结晶，谁有？嗓音回荡中，无人回答。药师吧嗒了下嘴唇，咕哝道，真是的，每次问都没有，也许你可以订船票去苏尼亚岛。智慧之眼老先生微笑打趣了一句。精灵之泉又称苏尼亚金色泉，从名字就知道它出产于哪里。精灵之泉的水液常见，是富有灵性的事物，水质结晶却属于非凡材料，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之后聚会又有几桩交易流产，智慧之眼老先生拍了下手掌道，今天就到这里吧，按照惯例一个一个的离开，彼此间隔3分钟一个一个离开。彼此间隔3分钟，这是怕有人出门就跟踪甚至打劫其他聚会成员。克莱恩接收到智慧之眼的提示，站起身，在侍者的引领下离开起居室，来到大门旁。他脱掉戴兜帽的长袍还给了对方，然后沿着记忆中的道路返回了勇敢者酒吧的后门，接着摘除铁面具，穿过厨房，在狗叫人吼的噪音里看见了站在纸牌室外面的卡斯帕斯。你能回来，我感觉很欣慰。这位红鼻头的老者明显松了口气，他脸上那狰狞的伤口似有抖动。克莱恩靠拢过去，压低嗓音道，之后还有这样的聚会吗？看来你并没有得到你想得到的，风暴在上，我认为你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卡斯帕斯扫了不让人省心的顾客一眼道，或许得几天之后了，具体我也不清楚，看你能不能赶上吧。克莱恩点了下头，转而问道，马里奇在哪？你要试图说服他。不，这只会惹怒他。卡斯帕斯沉声警告道，他就在你后面那间纸牌室里。不，我不打算说服他，而是要尽量远离他，免得他的活尸造反。克莱恩摸了下衣兜里的阿兹克铜哨道，我明白了。他当即离开勇敢者酒吧，到东区那个一居室周转了一圈后才回到明斯克街。而纸牌室内，马里奇梭哈了所有筹码，信心满满的翻开了底牌。他3条 K，1对9，对面跟他的那个活尸牌面则是1对6，一个8。突然，活尸主动亮出了底牌1对6。这一局4个6胜，脸色苍白的马里奇愣在了那里，旋即感觉周围所有活尸的目光都冷悠悠的望向了自己。几分钟后，他脚步虚浮的离开纸牌室，险些跌倒在门口，而往常簇拥着他的下属们在屋内倒了一地。今天凌晨前不要让人进去。马里奇看着愕然的卡斯帕斯，沙哑吩咐道。他掏出白色的手帕，擦了下嘴角，上面迅速染上了幽蓝带红的色泽。得到卡斯帕斯肯定的答复后，马里奇随意找了张椅子坐下，要了桶南威尔啤酒，目光发直的喝着，呆滞了许久。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按部就班的洗漱回房，拉拢了窗帘，等待了10几分钟，确认周围确实没有灵性光点后，他才开始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回应自己，将那只黑色的耳朵连木盒一起携带入了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虚幻的深红星辰点缀于下方，没有丝毫的闪烁。克莱恩坐到古老长桌的最上手，打开了木盒。这一次他没再出现幻听，也未产生眩晕，无边无垠的灰雾似乎隔绝了外来的所有声音。克莱恩顿时松了口气，对接下来的尝试多了不少信心，安全方面的信心。他意念一动，屏蔽了自己的听力，并做了几个实验来确认效果。不错，克莱恩满意点头，伸出手抓起了那只有腐烂痕迹的黑色耳朵。冰冷滑腻的触感入脑，他并未听见黑蛇描述的伟大存在的声音，被彻底隔绝了。这样不行，光靠使用不行。克莱恩疑惑自语，思考起该用什么办法来激发效果。10几秒后，他具现出纸笔，打算模仿之前窥视永恒烈阳的过程。那次借助的是神血，直视了永恒烈阳，这次用的仅是倾听者遗留的物品，肯定没有那么危险。克莱恩笃定地写下了占卜语句。这件物品的来源，他吸了口气，
握住黑色耳朵，向后一靠，默念起占卜语句。7遍之后，他眼眸转身，进入了沉眠。模糊、破碎、灰蒙的世界里，克莱恩看见了一个在地上挣扎的男子。他翻滚着，惨叫着，眼睛凸了出来，身体膨胀成了气球，无数的毛发变得又黑又长。紧接着，一阵邪恶到极点、污秽到极点的声音传入了克莱恩的耳朵，瞬间将他弄醒。与进入灰雾之上神秘空间前的呓语和嘶吼不同，这声音更有穿透性，更有目的性，更有主动性。克莱恩捂住耳朵，隔绝了后续，但脑海里回荡的还是刚才那个声音。他看见自己的血管和青筋凸了出来，似乎变成了蠕动的、粗大的毒蛇。砰！他的血管爆开，青筋脱离了身体，往外蔓延成了一根根滑腻的、充满邪恶花纹的触手。灰雾则轻微晃荡，让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出现少许腐蚀迹象。与永恒烈阳那次不同，克莱恩还残存着理智，没满地翻滚。他紧抓住扶手，苦苦忍耐。过了几秒，微晃的灰雾恢复了平静。克莱恩脑海内回荡的邪恶声音彻底平息了，那一根根触手掉落了下来，他的伤口开始急速愈合。和神灵打交道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管用哪种方式。还好这次没有直面真实造物主，要不然疯狂和失控多半会残存一点，并影响到现实世界的身体。克莱恩虚弱的靠住椅背，无声自嘲道：这样的过程基本在他的预料之中，整体并未超出他的控制。唯一让他感觉意外的是，真实造物主似乎要比永恒烈阳强一些。就在克莱恩思绪即将发散时，他看见掌中那只黑色耳朵突然崩溃，变成了一粒一粒的细小光点，浅黑色的光点，回归纯粹的非凡特性。克莱恩疑惑之中，眼角余光瞄到了地上还在抽搐的有邪恶花纹的一根根触手，那是从他身上剥离的疯狂与失控。这些触手逐渐透明，即将消失。克莱恩突的灵光一闪，将掌中那一粒粒浅黑色的细小光点洒向了那一根根滑腻的触手。虚幻的黑气腾起，化作一片不断有闪电划过的天空，背景则是浓郁到极点的幽暗。这一切迅速消失在克莱恩的眼中，地上多了块有诸多象征符号，魔法标识、邪异花纹和扭曲灵数的铁黑色符咒。克莱恩弯腰拾起，只觉里面似乎封印着不断嘶吼的疯狂之人。他借助占卜的技巧，从启示里勉强解读出了这枚符咒的用处，那就是让对手倾听到可怕的嘶吼，感染上疯狂。至于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则要看目标在这方面的抵御能力，强的话或许会获得好处，代价是成为真实造物主的虔诚信徒，弱的话当场崩溃，惨叫着死亡。就叫污秽之语吧。克莱恩低语一句，设置了开启咒文。第29章贝克朗。周二清晨，睡到自然醒的克莱恩给自己准备了2片吐司、1块黄油、1份培根和1杯咖啡，悠闲的边看报纸边用早餐。有了污秽之语这枚可怕的符咒，他安心了不少，不再像之前那么紧绷。哗啦，克莱恩翻完贝克兰德邮报，拿起塔索克报，在第2版看见了一条新闻。今日凌晨2点，东区红砖巷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据警方介绍，这可能涉及2个黑帮的冲突，其中一个是臭名昭著的兹曼格党。东区红砖巷，克莱恩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离开餐桌，找来了贝克兰德的地图。他只是瞄了一眼，就发现红砖巷距离白朗姆街并不远，而伊恩赖特曾经在白朗姆街的电报局出没。红砖巷是伊恩赖特躲藏的地方，发生激烈冲突的是军方特殊部门和英蒂斯的情报人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克莱恩插起最后的培根，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他昨天清晨才将占卜到的情况告诉双方，他们当晚就锁定了伊恩的位置，效率不可谓不高。喝了一口咖啡，克莱恩放下报纸，陷入沉思。突然，他听见门铃叮当作响，不断回荡。谁？克莱恩用餐巾擦了下嘴，疑惑地走向门口。难道是新的委托？我这几天为了英蒂斯大使的事情，都在外面奔波，不知道错过了多少委托，丢失了多少潜在的客户，简直浪费我的广告钱。再这么下去，我的财政情况要捉襟见肘了。克莱恩一下联想到很多，伸手打开了房门，外面站着2位女士，一个是穿着晨服，相当正式的萨默尔太太，她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比在家里更为娇美，半点也看不出来已30左右。
一个戴着垂下细格黑纱的宽檐帽，衣裙颜色偏深，较为蓬松。莫里亚蒂侦探，我有朋友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斯塔林·萨穆尔手里抓着纱帽，蓝色的眼眸里没有丝毫的笑意。请进。克莱恩指了下客厅区域，趁转身的机会，将衬衣最上方的扣子系好，理了理黑色的马甲。斯塔林轻轻颔首，没再开口，领着黑纱遮面的女士进入房间。他对这里非常熟悉，无需克莱恩提醒，就轻松找到了沙发，坐了下来。克莱恩本待立刻发问，但想了想斯塔林·萨穆尔的风格，还是含笑问了一句：咖啡还是红茶？他眼中的萨穆尔太太是个追寻生活品质，处处要体现优越感的女士，不需要另一位女士摘掉了带细格黑纱的宽檐帽。她的五官单看都不错，但组合起来却让人失望。另外，她颧骨太高，外表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不少。一点愤怒，一点悲伤，一点徘徊，一点恐惧。克莱恩读出了那位女士的情绪，这不是他突然具备了观众的能力，而是对方表现得太明显。是的，无论咖啡还是红茶，都无法让事情得到解决。斯塔林学着杂志上的姿势，努力让自己做得更有气质一点。这位是玛丽·盖尔太太，她是考伊姆公司的股东。盖尔太太，你想委托什么事情？克莱恩坐至单人沙发，身体略微前倾，双臂搁在了大腿上。不要叫我盖尔太太，直接称呼我玛丽吧。玛丽盖尔抿了下嘴唇道，我希望你跟踪我的丈夫，确认他是否有个情妇，最好能拿到实质的证据。因为黑夜女神教会多年以来的积极推动，鲁恩王国在婚姻法上比弗萨克、英蒂斯、伦堡等国家更为激进，规定背叛了婚姻的人必须为此付出金钱上的代价，也就是说，财产分割方面将处于绝对的劣势。听说别的私家侦探10起委托里至少有4起是查婚外情，没想到我也遇上了。克莱恩斟酌着说道，实质的证据并不好拿，我会先借给你一台最新型的便携式相机。玛丽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你能拿到证据，我将支付你10磅的报酬。如果仅是单纯的确认有没有情妇，那就只能拿到3磅。你是指有我2/3个脑袋大的所谓便携式相机吗？10磅，这个价格可不低啊。克莱恩最近关注创业，对最新型的相机也有所了解。他犹豫了2秒钟道，好的，但你必须提供你丈夫的详细资料，以及他的活动规律。没有问题。玛丽呆了1秒，接着鼓起全身力气般说道，谢谢你的帮助，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斯塔林在旁边叮嘱道。听到这句话，克莱恩顿时叹了口气道，我是一个很有保密原则的人，常常为此惹上麻烦。沃尔夫伯爵家的大厅内，一位位男女在小提琴拉出的旋律里翩翩起舞。奥黛丽端着杯色泽淡金的香槟，偶然地碰上了英蒂斯共和国驻鲁恩大使贝克朗让马丹。你是我见过最为美丽的小姐。脸庞瘦削，残留有些许胡茬的贝克朗礼仪性的虚吻了奥黛丽戴着白纱手套的手背一下，目光热情而大胆。奥黛丽眼眸一转，轻笑道，这就是英蒂斯的说话风格吗？是的，对美丽的事物，我们从不吝啬赞美。贝克朗呵呵一笑，如果不是考虑到鲁恩王国的风气，我或许会称呼你为我的天使老色狼。奥黛丽保持着优雅的笑容道，鲁恩人和英蒂斯人确实不太一样，呵，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笑话，请允许我的冒昧。贝克朗挤了下眼睛道，在和美丽的姑娘共度美好的时刻后，大部分鲁恩男人会说，哦，亲爱的，我想抽一根烟，而大部分英蒂斯男人会说，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奥黛丽微歪脑袋，忍着恶心，装出懵懂的样子问道，会说什么？大部分英蒂斯男人会说，哦，宝贝，我得回去了，不能被我的妻子发现。贝克朗举杯笑道，会自嘲的人总是有额外的魅力。奥黛丽礼貌的浅笑道，她漂亮晶莹的碧绿眼眸忽地望向了贝克朗大使的后方。抱歉，有位朋友找我，和你聊天是件愉快的事情。贝克朗欠了下身体，往旁边让开。奥黛丽步伐优雅的前行，再没有回头看一眼。就在他考虑着要找谁做刚才借口的对象时，一位年轻的绅士靠拢过来，压低声音提醒道，奥黛丽，不要被那个贝克朗大使迷惑，他是个老淫棍，不知道骗了多少女士上床。贝克朗贪恋美色，这和我观察的结果一致，这是一个弱点。奥黛丽转眸一笑，眉眼是自身的嫌弃。康斯，你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吗？女神啊，我怎么会被那个贝克朗大使迷惑？他喷的香水刺激的我想要呕吐，他的话语是如此的肮脏。
他的品味就像一只雄孔雀。康斯是里尔森子爵的小儿子，他们家和霍尔家的交情相当好。据奥黛丽了解，康斯从廷根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军情九处，变得神神秘秘。他原本的计划是和贝克朗大使聊一阵，做近距离的观察，接着以恼怒对方为借口，找康斯等踏入了情报界的朋友打听更多的消息。谁知道不需要他去寻找，康斯·里尔森就自己过来了，并且主动开启了相关的话题。你的感觉没有错，康斯露出由衷的笑容，环视一圈，低声说道，而且贝克朗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家伙。有多危险？奥黛丽配合的好奇反问。你听说过非凡者吧？我知道你对这方面一直很感兴趣，康斯斟酌着说道。奥黛丽轻巧地点了下头。我了解不少，大部分是格莱林特告诉我的。康斯望了眼和一位贵妇闲聊的贝克朗，表情凝重的说道。他是英蒂斯在王国的情报头子，干了不少坏事，但我们一直没有拿到有用的证据。他本身属于序列6阴谋家，他没和圈外人。奥黛丽讲的太细，没提阴谋家属于猎人途径。然而奥黛丽对此早有了解，故作天真的感慨道，他真厉害啊，他暗中还有位助手，也许达到了序列5。另外英蒂斯在王国的所有情报人员都归他管理，里面有不少的非凡者，可惜我们目前只掌握了那么几个。康斯略略提了一句，即使贝克朗赞美你，你也不要高兴，这不是他真实的想法，他只是想借此拿到更多的情报。你这句话我就不是那么喜欢听了。奥黛丽往上看了眼华丽的吊灯，思考几秒钟道，贝克朗很聪明吗？你们一直都没有拿到他的证据。他确实擅长策划阴谋，但他也有不少的问题，喜欢追逐女士，喜欢浪漫的感觉，做事冒险，相当激进。如果不是大使的身份让我们很多行动无法展开，他早就被抓了。康斯撇了下嘴巴道，不过他很快就会被替换了。很快？为什么？奥黛丽诧异反问。亲爱的美丽的小姐，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康斯坚持住了保密原则。等到舞会临近尾声，又搜集了不少情报的奥黛丽找到格莱林特子爵，让他帮忙联络休和佛尔斯。第30章捉奸。周三上午，乔伍德区考伊姆公司对面，克莱恩坐在加德列百货公司门外的木质长条凳上，一手抓着纸袋，里面是附近最有名的星际迪西馅饼，一手握着杯甜冰茶。他的身旁有流浪汉蜷缩在长凳另一侧睡觉，但10几分钟后就被商场的安保人员给弄醒撵走了。克莱恩鼻梁上架着没什么度数的金边眼镜，头戴半高丝绸礼帽，与附近来往的大多数绅士没什么区别。他悠闲地望着马路对面的考伊姆公司，抬起右手，狠狠咬了口星际迪西馅饼，只觉肉香之浓，满口余味。这种来自迪西海湾的馅饼之所以能在南方诸多款馅饼里脱颖而出，靠的就是舍得放油，舍得用肥肉，但又剁得很碎，肥瘦混杂，不会腻味。那带着浓浓肉香的汁液进入外层的饼皮里，中和了干燥，弥补了缺点，让麦香层次分明地呈现了出来。而夹杂的小块碎苹果则用微酸带甜的口感刺激食欲，化解油味。还可以，贝克兰德虽然天气不好，污染严重，但其他方面真是远胜廷根，不同地方不同风格的美食都能找到，各种歌剧和戏剧，只要不怕花钱都可以看到。虽然未必会去吃，会去看，但至少拥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大都市的好处。克莱恩端起甜冰茶，舒坦地喝了一口。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考伊姆公司的大门，为了那10磅收入，他8点就坐在了这里，早餐都是路上买的。当然，对大部分私家侦探来说，一单委托能收入10磅绝对是让人羡慕的买卖，这相当于正常中产阶级3周左右的薪水了。根据玛丽盖尔提供的资料，她的丈夫目前担任着考伊姆公司的第一经理，是卢克萨莫尔的上司，但是他们持有的考伊姆公司股份源于玛丽的父亲，是她继承的遗产。她怀疑丈夫有情妇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公司内有职员向她透露，多拉古盖尔每周3和周5的上午会独自离开，直到下午才回来。另外，她每周还有2天会提前下班，而玛丽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在7点前踏入家门。吃过早餐，克莱恩又等待了1个多小时，终于看见目标人物走出了考伊姆公司。他戴着黑色礼帽，身穿讷质的双排扣大衣，打着标准的领结，身材微胖，鬓角淡黄，眼眸微褐，脸有些长。多拉古盖尔，
克莱恩默念了一遍目标的姓名，唰地站了起来，提上手杖和那沉重的便携式相机，走向了对面。多拉古没有让自己的车夫来接，立在路边，四下张望，寻找着出租马车。趁此机会，克莱恩穿越道路，来到他的身旁，假作粗心，与对方撞了一下。对不起，我在找路。克莱恩低头道了声歉。多拉古顿时皱起眉头，但保持住了沉默，摆了摆手，示意没什么。克莱恩忙弯腰欠身，行了一礼，然后往着街口行去。他刚才撞多拉格那一下，不是为了窃取对方的随身物品，以便用补杖法轻松完成跟踪，这太容易被发现被察觉了。碰撞的瞬间，克莱恩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将自己双排扣长礼服的备用纽扣，借助小丑的敏捷，悄然塞入了目标其中一个装饰性衣兜。拐过街道，他停住脚步，回头望去，正好看见多拉古登上一辆出租马车。克莱恩没有急于跟踪，耐心等待了几分钟，才慢悠悠上了另一辆马车，对车夫道：“跟着我的指示走，先到这条街的街尾。”好，车夫没问为什么。车厢内，克莱恩杵着手杖，开始占卜，但是他的占卜语句却没有指向多拉古盖尔，而变成了我这件衣服备用纽扣的下落。补杖法最初也是最实际的用途为寻物，只有占卜家才能借助它寻人。克莱恩这一次让他恢复了原本的模样，而最方便也最容易找到的物品则是归属于自身的类型。一路行去，克莱恩不断让车夫调整着方向，终于抵达了一栋位于希尔斯顿区的临街房屋。刚才绕过来的时候，他注意到这里后面有花园有草坪。与一般的住宅不同，他的补杖法告诉他，多拉古盖尔就在这栋房屋内。付了2苏勒的车费，克莱恩走向有大理石雕像的门口，看见那里站着2位身穿黑白格制服，似乎在模仿警察的男子。我不认识您，您的会员证明呢？其中一位有南大陆血统、肤色棕黄的男子伸手拦住了克莱恩。会员证明。克莱恩将沉重的相机藏到身后，微皱眉头的反问道。肤色棕黄的男子顿时板住了脸孔。这里是克拉格俱乐部，只有我们的会员和会员携带的客人才能进入，仅限于一位。克莱恩嗯了一声。那该怎么加入你们的俱乐部？只有获得2位会员的推荐，才能加入。棕黄皮肤的男子没有粗暴的驱赶，而是耐心的回答了对方的问题。他不能保证对方会不会转头就加入了俱乐部。好的，克莱恩抽了下嘴角，决定启用 B 计划。他在克拉格俱乐部附近找了家旅馆，要了间为期4个小时的短住房。接着，他反锁房门，拉拢窗帘，进入灰雾之上，让面前具现出黄褐色羊皮纸和圆副钢笔。吸了口气，克莱恩写下了与刚才一模一样的占卜语句。我这件衣服备用纽扣的下落，这一次不再是补杖法，而是梦境占卜法。之所以不在外界进行，是因为克莱恩觉得所谓的克拉格俱乐部看起来挺高端的，怀疑里面可能有比较强力的非凡者，为了不浪费时间，干脆一次到位。灰蒙蒙的梦境世界里，克莱恩最先看到了多拉古那件讷质的黑色大衣，它挂在衣帽架上，前方是一张放于地毯上的圆桌。画面拉伸，翻滚的男女映入了克莱恩的眼帘，男的正是多拉古盖尔，女的金发灿烂，年纪较轻，顶多20出头。他皱着眉头的痛苦表情相当妩媚。我为什么总是要看见这种画面？克莱恩捂了下眼睛，苏醒了过来。多拉古有情妇的事情应该是可以确定了，就是该怎么拿到实质的证据，用回应祈求的方式，但这仅限于本身获得，只能靠素描，无法通过相机。我总不可能徒手画一张照片出来吧？看来今天是不行了，等下跟踪那女的，弄清楚她的地址和姓名，我就不信他们每次约会都在克拉格俱乐部里面。侦探克莱恩迅速有了接下来的思路。就在他准备离开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时，忽地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要不要顺便再做个占卜，确认潜入自身房间的那条铁黑色线虫是否受到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操纵。他之前没这么做，是觉得相应的消息太缺乏，难以无中生有，肯定会出现占卜失败的结果，即使在灰雾之上也一样，加上前面几次进来都各有要事，实在无暇顾及别的问题，就一直没去管。而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占卜一下又不会死。至于联络阿兹克是否有风险的问题，他很早就占卜过了，答案是肯定有风险，且不小，只能作为最后最不得已的选择。
书写好对应的占卜语句。克莱恩解下袖口内的银链，让黄水晶吊坠悬于纸面。之前潜入我房间的铁黑色线虫被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操纵着。默念7遍之后，克莱恩睁开眼睛，看见灵摆在做顺时针转动，速度快，幅度大。肯定，答案是肯定，不是应该失败吗？克莱恩没想到会获得这样的答案。根据他占卜家的本能，这样的占卜大概率会失败。为什么呢？他皱起眉心，想了好一阵子，决定换种占卜方法，换个占卜目标。他要直接占卜那位操纵者，用梦境占卜法。这一次，克莱恩在梦里什么也没看到，无法获得那位占卜家途径非凡者的相应启示。这才对嘛？他低语一句，回头再看之前的占卜，陷入了沉思。应该条件缺乏，占卜失败的，就和后面那次一样。难道这片神秘空间自己补上了必要的条件？他蕴藏着占卜家途径的一些东西。克莱恩忽的灵光一闪，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也许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与占卜家途径有一定关联。克莱恩轻敲起古老长桌的边缘，思前想后却无法找到其他证明，只能暂时按下这件事情，准备回归现实世界。不管怎么样，至少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大使身边有占卜家途径的中序列非凡者，而他是不是密修会成员并非重点，这也许就是我获得序列7甚至序列6魔药配方的机会。克莱恩蔓延出灵性，包裹住自身，坠入了灰雾里。与此同时，格莱林特子爵家的书房内，奥黛丽让主人在外面守门，自己看着修和福尔斯，沉吟几秒道：“我有个任务需要你们帮忙。”什么任务？修眼睛一亮，似乎闻到了钞票的油墨香味。奥黛丽露出礼仪性的笑容：刺杀因蒂斯诸王国的大使贝克朗让马丹。